英英，我把亮子和明明叫来帮忙验房了，人多力量大嘛。哇！哇！这间主卧我占了，以后给我儿子当婴儿房。凭什么？你住最小的去，这房该我住。阿姨，咱们全家搬进来住，您跟我爸住次卧多热闹。谁跟你们说你们可以住进来的？笑笑马上就要参加工作了，这套全款拿下的3居室，就是我这个当妈的给他准备的最强底气。英英，我把亮子和明明叫来帮忙验房了，人多力量大嘛。不用麻烦他们，物业等会儿会派专业的验房师过来。这间不错，面积够大，留着以后给我儿子做婴儿房正合适。就是这满墙的粉色，看着真膈应人，像个娘们住的。哎，算了算了，这有啥大不了的？回头找几个工人把这墙皮全给刮了，重新刷成蓝色的不就行了？就不多事了。说什么呢，哥？你把这主卧占了，那我住哪儿？大不了最小那间归你呗，反正你连个女朋友都没有，你一个人住那狗窝足够了。放你娘的屁！凭什么让我住最小的？我不管，主卧必须归我！你还是这个想小了？陈毅，他们什么意思？哎呀，英英，你别往心里去。这俩孩子从小跟着我挤在那个漏水的破屋子里，哪见过这么敞亮的大豪子？一时高兴说了几句玩笑话。老大老二，别瞎闹了，一点规矩都没有，赶紧给我干活。阿姨，不是我说，您买这房子地段确实不错，就是这装修风格嘛，太小家子气了点儿。哎，怎么说话呢？这问题都不大，反正我们住进来还得大改，现在也凑合着能看吧。你说什么？回头我跟小亮搬进来，把这个房子重新砸了布置一下，您跟我爸就住对面那间次卧，咱们一大家子凑在一块儿，热热闹闹得多好。谁跟你们说你们可以住进来的？哟，阿姨，您瞧瞧，您这话说的可就太见外了吧？我爸跟您可是正儿八经领了证的，咱们在法律上本来就是一家人。您的房子要按理说也就是我爸的房子，那我爸的房子等他100年之后，还不都是我们哥俩的？我们现在住进来，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就是，我哥说的太对了。李阿姨，您那闺女笑笑早晚都是要嫁人的泼出去的水，您现在把这么大这么好的房子落在她名下，那不是白白便宜了外人吗？其实吧，我觉得这事儿还有个两全其美的法子。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要是我跟笑笑妹妹能亲上加亲，咱俩领个证把事儿办了，这房子不就永远留在咱自家人手里了？哼，行了哥，你快别做梦了，人家宝贝女儿笑笑可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管，眼光高着呢，哪能瞧得上你这种货色？咱们说点实在的，不如阿姨您今天受累，直接把这房子的产权过户到我们哥俩名下，我们陈家可是有根的。回头等您跟我爸老了，生病住院，端屎端尿，摔盆碰澡，到头来还不都得靠我们兄弟俩伺候？您说是不是啊，爸？英英啊，你看孩子们也是一片好心，都是想着以后能有机会好好照养咱们老两口。这房子面积这么大，多住几个人也热闹些。他俩都30大几了，还没个落脚的地儿，这也是我的一桩心病啊。不如就按亮子说的办。这房子我已经买了，全款，现在就剩装修了。唉，你到底没把我当一家人，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让我帮着把关。他哪是气我没找他把关，他分明是恼恨我买房没带上他的名字。今天放出这2条恶犬来打前锋，自己躲在后面装好人，这才是你温存体贴背后的真面目。我现在明明白白、一字一句的告诉你们，这套房
是我理应用我个人的婚前积蓄全款买给我女儿的。虽然我跟陈毅结了婚，但我的钱、我的房子都跟你们陈家人没有半毛钱关系。现在立刻马上带着你们的脏脚印儿从我女儿的房子里给我滚出去！爸，你来之前可不是这么跟我们说的，你不是说这个老富婆给咱买了个大房子，以后我跟哥就再也不用挤在那个老破小里了吗？就是啊，耍我们玩呢！我爸自从跟你这个老女人结了婚，天天在家里像个不拿钱的保姆一样伺候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这么大一个老板，手指缝里随便漏一点油水出来，都够我们兄弟俩吃喝一辈子了。现在连一套房子你都舍不得拔毛，你防我爸防得跟防贼一样。我爸这婚不是他妈的白结了，搞半天就是个一毛不拔的抠门老娘们儿，领了证还想着把财产全转移给你的拖油瓶闺女，想白嫖我爸，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闭嘴！再不给我叫人了！今天这事儿没完，要是不在房产证上加上我们哥俩的名字，我们就死在这儿，坚决不走了。就是，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惹急了老子，信不信老子今天就把你这破房子砸个稀巴烂？你们这儿活该干嘛？喂，物业安保处吗？对 ，C 栋1101，有几个社会闲散人员非法入侵我的住宅，并且正在对我进行暴力威胁。带几个身强力壮的保安上来，同时帮我报个警，我要告他们寻衅滋事。别报警，莹莹，你这是干什么呀？有话好好说。混账东西！我带你们来是给阿姨帮忙干活的，谁让你们放屁说这种混话的？谁给你们的胆子惦记笑笑的房子？我平时是怎么教育你们的？不知羞耻的东西，还不快给我滚！还你亲戚！你这是做什么？对不起，是我没有让你看笑话了。他们俩还小的时候，亲妈就嫌贫爱富，跟野男人跑了。我当爹又当妈，在那个漏雨的老破小里，一口糠一口菜，把他们拉扯大。他们其实本性不坏，就是从小穷怕了，看到什么好东西就想要，太渴望能有个像样的家了。今天看到这么漂亮的大房子，一时鬼迷了心窍，才说了那些混账话呀！千错万错，都是我没教育好，我这个当爹的没本事，没能给他们挣出一套房，他们心里有怨气，才故意拿那些话来刺我的心啊！莹莹，你骂我吧，打我也行，只要你能消消气儿，千万别气坏了你自己的身子啊！我强势了半辈子，在商场上说一不二，离婚后一个人扛起所有风雨，但我到底是个活生生的人。说到底，我是孤独的。莹莹，慢点喝，我一直会在这儿陪着你。行了，起来吧。快60岁的人了，跪着像什么样子？啊，莹莹，你不生我的气了？今天这样的事，我绝不想再看到第二次。你儿子的穷病我治不了，也轮不到我来治。这套房是我给笑笑的底线，以后你们陈家人谁也别再打他的主意。是，我发誓，以后绝对不让那两个兔崽子再踏进这里半步。英英，那咱们……我累了，先回家吧。我来拿吧。我以为我守住了女儿的房子，也敲打住了这个男人，只要他要脸，就不敢再造次。但我到底还是低估了下水道老鼠的贪婪。我前脚刚把麻烦挡在女儿的新房门外，后脚这群吸血鬼就把恶毒的算盘打到了我现在住的上千万的大平情上。
英英啊，我这身子骨真是不中用了。去了一趟新房，被那2个小兔崽子一气，老毛病就犯了，头晕目眩的，连床都下不来，只剩这半条命，还要连累你在这儿照顾我，我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啊。老陈，你先别说这些了，这几天公司正跟一个大项目死磕，全员都在加班，我确实分身乏术。实在不行，我花点钱去高端月子中心或者家政公司，请个专业的金牌护工来家里全天候照顾你。不，英英，千万别请外人。怎么了？护工受过专业训练，照顾你肯定比我强。外人哪有自家人尽心？再说了，你这大平层里全是贵重东西，名表、名包、古董字画什么的，我又躺在床上下不来，叫个陌生人进来，随便在我们俩的家里走动，万一丢了什么或者碰坏了什么，我怎么能对得起你？他说的倒也有几分道理，家里确实有不少重要的商业机密和贵重物品。英英，要不然，不如让老大老二过来住几天吧。让陈明和陈亮住进来。陈毅，你忘了前2天在新房他们是怎么闹的了？英英，我知道他们混蛋，可是把他们放在我眼皮子底下，让他们给我端茶倒水伺候着，也当是给那天犯的浑赎罪了，总比外人强啊。陈毅，我真的很累，这个项目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没有精力再处理你儿子的破事儿。英英，你放心，我保证把他们管得服服帖帖的，绝不让他们给你添半点麻烦。让他们来可以，但我必须立下规矩。第一，只能住客室；第二，绝对不许乱动家里的任何东西；第三，不许在室内抽烟；第四，用完洗手间必须打扫得一尘不染。最重要的一点，等你病一好，他们立刻给我卷铺盖走人，能做到吗？好，英英，你放心，我一定死死盯着他们，绝对守规矩。儿子们，收拾东西，搬进大平层，老爸给你们铺好路了。哇，这大平层真气派，比那老妖婆给他姑娘买的新房还要大上一圈不止啊！可不是嘛，你看这沙发真软和，这全景落地窗，这大理石墙面，有钱人的生活就是爽。行了，小点声。你们李阿姨去公司了，这2天就在这儿住下，别太出格就行。爸，你怕啥？你跟他可是领了红本本的合法夫妻，他的房子不就是你的房子，你的不就是我们的？就是，爸，你别总是这么怂，咱们也是这家的主人，享受享受怎么了？你们俩这几天好好表现，别去惹那个老太婆。等时机成熟了，这家产早晚有你们一份儿。这到底是什么味道？上！哎呀！你们在干什么？哎呦，李阿姨下班了，这不刚吃完夜宵，歇会儿呢。我早上走的时候是怎么跟你们说的？不许抽烟，保持卫生。你们把这里当成什么了？垃圾场吗？阿姨，您这规矩也太多了，我们在自己家里放松一下怎么了？再说这大平层这么大，落点灰也看不出来呀。这是我的房子，不是你们的家，立刻把这里给我收拾干净。行，收拾。阿姨您别动怒，气坏了身子，可没人替您管公司啊。人，等陈毅的病医好，立刻让他们滚蛋。就这几天，我全当家里进了2头猪。快，给我拍个照，把我手腕那块角仿劳力士露出来，配上这酒，绝了！悠着点儿，别把酒标弄花了，这是正经年份的飞天，好几万一瓶呢。哎呦，阿姨您怎么提前回来了？这不是没到下班点吗？这不，酒柜里这么多好酒，放着也是落灰。我借来拍个照装样子嘛，发出去那拜金女还不得眼睛发直？您这么大个老板，总不至于这点小事也计较吧？那茶呢？谁准你们动我的茶的？
阿姨，您就别提这茶了，您这什么茶呀？一股子发霉的土味儿，苦得很。我往里面加了2大勺白糖，喝起来还是怪怪的。阿姨，你平常喝得惯这种破树叶子吗？还不如外头几块钱一瓶的冰红茶好喝呢。理智、修养、忍耐，去他妈的！这群吸血的寄生虫，真当我是开善堂的菩萨了？放下！我叫你给我放下！带着你们的垃圾，现在立刻马上从我家滚出去！滚？凭什么让我们滚？凭什么？凭这是我全款买的房子，凭我是这个家的主人，凭你们弄脏了我的地毯，糟蹋了我的茶，还想动我的酒！李阿姨，您这话可就不对了。您说这是您的房子，您跟我爸可是扯了结婚证，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合法夫妻。这大平腾房产证上虽然写的是您的名字，但我爸是这个家的男主人，按法律讲，这里头有我爸的一半。怎么着，儿子住老子一半的房子，天经地义。你凭什么赶我们走？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无耻的人？婚前的财产，他居然敢大言不惭地说了他爸的一半，陈明，你平时不学无术，连公益法都不懂吗？这是我的婚前个人财产，跟你们陈家，跟你那个只会装病的爹没有半毛钱关系。阿姨，您这就见外了不是？结了婚就是一家人，分什么你的我的？我爸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我们作为儿子留下来尽孝，谁也挑不出理。就是，今天就算是警察来了，这也是家庭纠纷。你想赶我们走，门儿都没有。这房子我们今天还就注定了。好，既然你们耍无赖，那我们就让警察来教教你们什么是法律。笑笑，你怎么提前回来了？项目提前结束了呗，就赶紧回来陪你了。哟，我也就出了半个月的差，咱家这是改成废品回收站了吗？哎呀！我当时哪里来的野狗在客厅里乱吠，原来是陈家这2位大少爷啊！李英女士，你现在做慈善的门槛真是越来越低了。什么恶臭的不可回收垃圾你都往家里捡，不怕污染环境吗？你个小丫头片子，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你骂谁是垃圾呢？你懂不懂规矩？有没有教养？谁急眼了我叫谁呗。怎么，垃圾还不让人说了？大哥，真不是我看不起你，就你这副油光满面、发际线节节暴退的样子，走到大街上都影响市容，还带着这块一眼假的破表到处显摆，表盘上的夜光漆都涂歪了。就你这副尊容，配上这块破烂，就是抱着金砖发朋友圈，人家也只会觉得你是哪个会所的保安在偷拍直播。你他妈，你找死！还有你抱着个破保温杯搁这儿装什么老干部？10几万一扇的极品老班花被你泡成这副德行，喝这个不怕折寿啊？你居然还往里加糖！既然这么想不开，怎么不直接往里加耗子药呢？一步到位多省事儿，还省得浪费我妈的好茶。你给我闭嘴！我是你哥，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懂不懂长幼尊卑？呸！你也配？我妈10月怀胎只生了我一个，你们算哪门子哥？不就仗着个老头跟我妈领了张纸，真把自己当太子爷了。2只寄生虫，吸血都吸不到点子上，少在这儿丢人现眼。小
贱人，我今天非撕烂你的嘴不可！病得下不来床，这可真是巧了。一碰到可能被扫地出门的底线，这病就好得比谁都快。陈毅，你又发什么疯？赶紧给我起来！笑笑，是叔叔对不起你，是叔叔没管教好这两个畜生，差点让你受了委屈。叔叔是个没用的爹啊！我这辈子活得窝囊，没给他们留下一砖一瓦，才让他们长成今天这副不成器的样子，都是我的错，是我没用。爸，你别打了，是我们错了。爸，你身上还有病呢，别打了。演技真好啊！为了留在这套大屏风里继续吸血，连做人的尊严都可以毫不犹豫地踩在脚下。演够了吗？演够了就给我把眼泪擦干。妈，这到底算怎么回事啊？我们难道要被他这么拿捏吗？莹，千错万错都是我这个当爹的错，我没有教好儿子啊！那咱们到底是结了婚的合法夫妻啊？他们两个在外头实在是租不起房，不然谁愿意厚着脸皮跑到这里来看人脸色？你今天要是狠心把他们赶出去，他们今晚就要流落街头，睡大街了。我这个当爹的，眼睁睁看着亲生儿女受苦，我这心里过不去呀！我不如死了算了。我胸口那口气就像是一块生锈的铁石，沉甸甸的压在肺管子上，上不来也咽不下去，憋得我几近窒息。我理智的大脑里有一个声音在疯狂的一遍遍警告我，他在演戏，这全都是苦肉计，他就是在利用你的软肋。英英，小心烫，这粥我熬了4个小时，养胃的。来，张嘴。这就是婚姻，这就是一旦沾染上法律关系后，犹如狗皮膏药般怎么甩都甩不掉的麻烦。它不像年轻时谈恋爱，不合适了说一句分手就能一拍两散，老死不相往来。陈毅只要一天顶着合法丈夫这个身份，我就不能在明面上在这个家里不管他的死活。他在自我作践，将弱势群体的标签死死用强力胶贴在自己身上。就是她，那个开公司的女老板，心狠手辣呀，逼着生病的老公给晚辈磕头下跪，真是个毒妇，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这种女人老了绝对没好下场。如果我今天铁石心肠的将他们扫地出门，陈毅只需在邻居朋友中间把今天的场景添油加醋的哭诉一遍，这盆毒妇的脏水，我这辈子也别想再洗净。够了！去把你爸的降压药拿来，现在立刻！我这就去。给他吃了药，然后扶他回房间躺着，别在客厅里碍眼。老陈，苦肉计用多了，也就不管用了。再有下一次，我不介意帮你叫救护车，
直接送你进太平间。莹莹，谢谢你，谢谢你还肯容下我这个老骨头。我想起我和陈毅刚认识的那一年，那时我还是个在商场上拼杀连轴转的女强人。英英，你太要强了。女人拼了大半辈子，就算赚再多钱，身边没个提醒人也不行啊。你得找个能让你靠一靠的肩膀。可现在呢？那些温言软语，那些热气腾腾的汤，全变成了一把把生锈的钝刀子。一个人怎么能伪装得这么好？深情演得入木三分，算计藏得滴水不漏。他把我摸得透透的，知道我吃软不吃硬，知道我作为老板好面子，所以他用最卑微的姿态，干着最下作的侵吞我财产的勾当。我以为自己等来的是寒冬里的暖炉，却没想到人家是拖家带口来我这冬眠吸血的毒蛇。既然是毒蛇，那就该打7寸。莹莹，昨晚没睡好吧？你看你黑眼圈都出来了，快趁热吃，我特意握了你最爱吃的荷包蛋。老陈，先别忙活了，跟你说个正事儿。这阵子大环境不好，公司资金链出了点大问题。出问题？出什么问题了？有一笔几百万的货款被下游卡着，死活收不回来。现在公司账上空了，连下个月员工的工资都快发不出了。我昨晚一宿没睡，连夜盘账，把能动用的个人现金全部填进了公司的窟窿里。这么严重？那咱们家的钱？是啊，所以现在咱们全家都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你手机里绑定的那个家庭亲密付，还有我给你的那张每月额度10万的信用卡副卡，我刚刚已经暂时停掉了。英英，这没必要吧？我平时也不怎么乱花钱的。这段时间只能委屈你了，咱们能省则省，以后必要的大额支出，你直接拿发票来找我，实报实摔。正好你们两个也在，现在家里的经济情况你们刚才也听到了。既然你们兄弟俩口口声声说是来床前尽孝的，那从今天起，你们父亲的医药费，还有你们3个人在这个家里的日常开销、伙食费，就由你们兄弟俩平摊吧。你说什么？让我们出钱？阿姨，您开什么国际玩笑？您开那么大个公司，住着几千万的大平房，让我们2个没工作的人出生活费，凭什么？就是啊，我们是来照顾我爸的，又不是来当冤大头的。这房子是您的，理应您养着我们。没工作不知道滚出去找啊！30多岁有手有脚，让你们管自己亲爹一顿饭，就叫当冤大头了？要是觉得委屈，门在那边，马上给我收拾东西，滚蛋，慢走，不动。英英，别为难孩子们了，他们要是手里有钱，能过成这样吗？没事，你公司困难，我这个做丈夫的理应共度难关。我的退休金1月还有几千，虽然不多，但我精打细算些，总是够用的。你放心，我们绝不给你添麻烦。好啊，那就辛苦你了。爸，这什么东西啊？一股子臭味儿！闭嘴！有口吃的就不错了。你阿姨现在公司困难，咱们一家人要懂得体谅。这就是我千挑万选的丈夫，想用这种方式逼我把卡还给他。我不饿，你们吃吧。李总，您先生在前台说给您送饭。这就是李总那个2婚老公，怎么穿成这样？李总一个包都10几万，怎么让老公穿破洞衣服？这也太抠门了。你来干什么？英英，
我知道你这几天胃口不好，特意去市场买了点排骨，我早上没舍得吃，都给你留着呢。想用舆论逼我妥协，你算盘打错了。老陈，这件衣服破了你都没发现吗？上个月给你买的那套阿玛尼呢？怎么不穿？是不喜欢吗？那是好衣服，做饭穿太糟蹋了。哦，是这样啊。那这饭盒里的排骨呢？你知道我胃不好，大老远跑来给我送发臭的肉吃，真是辛苦了。没臭，怎么会臭？英英，你是不是最近太累了，鼻子不灵？好啦，我给你转500块钱，去楼下买件新衣服，别冻着。这饭你带回去自己吃吧。陈毅，你既然如此下作，那就别怪我不念旧情了。喂，张律师，帮我查一下陈毅名下的所有流水，越快越好。爸，你这招也不管用啊！那个老女人根本不吃这套。她这是铁了心要跟我耗到底。既然她不仁，就别怪我不义。爸，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哼，他以为停了我的卡就能拿捏我，我倒要看看谁能笑到最后。步枪啊，你这废物！英英，你回来了，饭我热好了，你要不要将就吃点儿？这几天孩子们也没吃好，凑合一口。英英，你干嘛？你干什么？我们还没吃完呢！是不是有病？是不是我真的有病？这种东西是给人吃的吗？别回头吃出了肠胃炎，还要找我讹医药费。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爸好心好意给你做饭，你挑3拣4就算了，还倒掉，你这是糟蹋粮食。就是有几个臭钱了不起了，装什么清高？不想吃别吃，我们还不够吃呢。真是个资本家做派。明怎么跟你李阿姨说话呢？英英工作累了，发点脾气正常的。英英，你要是嫌我做的不好，我明天再努力改，别浪费东西啊。我不是来听你们唱双簧的。王姐，进来吧。英英，这是？李总好。英英，这是干嘛呀？咱们家怎么突然带个外人回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今天下午花3万月薪请来的金牌保姆王姐。从今天起，厨房和所有的家庭采买全部由王姐接管。英英，何必花这冤枉钱呢？家里有我呀，我能做饭，我能照顾你。吃你的臭鱼烂虾，然后等着食物中毒吗？王姐，至于他们3位，既然喜欢精打细算，那就让他们自己管自己。任何人擅自进厨房或者动冰箱里的东西，直接往外赶。出什么事儿，我担着。得嘞，李总，您放心。你太过分了，哪有当老婆的连饭都不给丈夫吃的？李总，清蒸石斑鱼花椒鸡汤，您慢用，1人份儿，刚刚好。李英，你是不是太过分了？你宁可花3万块钱雇这么个破保姆，也不愿意把钱拿给我爸管。我们大老爷们在这个家里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了，是不是？你这个恶毒的女人，你想吃热乎饭，自己掏钱点外去。好歹也是30多岁的大老爷们了，有手有脚。要脸的话，就别惦记后妈锅里的饭。饿死老子了！天天吃泡面，嘴里淡出鸟来了。那老太太冰箱里肯定有好货。
我找点喝的不行吗？李总交代了，这冰箱里的东西你们不能碰。想喝水，自己烧壶凉白开去，别动不该动的东西。你一个破保姆，狂什么狂？我是这家的少爷，我爸是这家的男主人。你敢用勺子指着我，信不信我让我爸开了你？呸！少拿什么主人少爷的压我。我王桂花只认发工资的人。出去！再敢往厨房凑，别怪我拖把不长眼。爸，你快出来看看，保姆要杀人了！王姐啊，你这就不懂事儿了。我跟英英是合法夫妻，夫妻财产都是共同的。你一个下人，怎么能这么对待家里的孩子？别跟我扯那些没用的。我在李总手底下干活，李总说不给吃就不给吃。有本事你开除我啊！但你掏得起我这1个月3万的工资吗？没钱就别在这儿装大尾巴狼。躲开躲开，消杀时间到了。你疯了，喷我脸上干嘛？李总说了，家里进了脏东西，为了防止细菌滋生，每天必须彻底消毒3次。麻烦几位让让，别影响我干活。你就是故意的，你当我们在这是病毒吗？哎呦，这可是你说的，我没说。爸，你不是说拿捏住这老太婆了吗？你看看现在，我们天天跟着你在这吃泡面，连沙发都不能坐，连个保姆都敢给咱们甩脸子。就是爸，你这婚到底结了个什么劲儿？本来以为能住大平层享福，结果比住桥洞还憋屈，还不如以前咱们自己在家过得舒坦呢。闭嘴！你们懂什么？他现在就是仗着自己手里有点臭钱，故意折腾我们。我们要是现在走了，那就是净身出户，便宜全让他占了。他不给我们钱，我们难道就不会自己拿吗？这家里值钱的东西多的是，总有办法让他出点血。公司有个紧急文件要签，得赶紧过去一趟。不对呀，昨天我明明把帕拉梅拉的钥匙也放在包里了，怎么不见了？英英，周末还要去公司啊？多辛苦啊！我给你倒杯热水吧。我的保时捷车钥匙呢？啊，车钥匙？我没看到啊，是不是你昨天回来顺手放哪儿了？或者掉在包的夹层里了？我放东西从来不会记错。陈明呢？大周末的，他平时不到中午不起床，今天怎么不在家？明啊，他说今天约了朋友出去谈点事情，早就出门了。孩子大了，有正尽心是好事儿嘛。上进心，一个游手好闲的无赖，大清早出门谈事情。好，很好。偷东西偷到我头上来了。英英，你听我说，可能是有误会，明明怎么可能偷车呢？他就是借去开开。喂110吗？我要报警。我的保时捷帕拉梅尔多被盗了，你们可以定位在……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活该！终于出了一口恶气，看你们父子俩还怎么嚣张！警察同志，误会，
这是天大的误会啊！您看看这个，报案人是我的妻子，那孩子是我的亲生儿子。结婚证，这怎么回事？今天他去相亲，我想着给孩子撑个场面，就把他的车钥匙拿给了他。后来我老糊涂忙忘了，没来得及跟他打声招呼，他以为车被偷了，情急之下才报了警。这是我的错，是我们的家务事，哪里算得上盗窃啊？李女士，你们既然是合法夫妻，而且他确实是你丈夫的亲生儿子，这就只能算是婚内财产的使用纠纷，这构不成盗窃罪的立案标准啊！我们只能按照家庭纠纷进行调解。警察同志，这车是我婚前全款买的，不属于共同财产。陈明未经我允许开走车辆，这就是盗用。我知道，但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行为很难界定为盗窃，尤其是他父亲还说车钥匙是由他经手拿给儿子的。你还是回去自己内部协商吧。谢妈。英英，你看，警察同志都说了是误会，老大不懂事，让他给你道个歉，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咱们回家吧，别让外人看笑话。只要这张纸在，你就拿我没有任何办法。好，我们回家。哟，阿姨回来了。阿姨，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小雅，她怀孕了，以后我们老陈家可就有后了。所以呢？我跟我爸商量过了，从今天起，小雅搬进来安胎，瞌睡床太小，孕妇睡着憋屈，对胎儿不好。你那个主卧朝南，带大浴缸正合适，你收拾收拾，搬到书房去睡。哎呀，医生说了，我这胎娇贵，得住大点的房间，心情才好呢。好，真好。既然你们上赶着找死，那就别怪我连根拔起了。主卧是我的私人空间，书房没有床，我不搬。你这人这么恶毒，小雅肚子里可是我们陈家的种，你这是想谋杀我儿子吗？哎呀，英英，你消消气儿，明明也是当爹了，心疼媳妇儿。你看这样行不行？小雅现在身子重，客府确实有点挤，我们把客府重新装修一下，换张大床。这段时间先在书房搭个行军床。不用装修了，既然嫌客卧小，那就住酒店，我出钱。住什么酒店？去住酒店？你是不是有病？明哥，我看阿姨就是不欢迎我，要不我还是走吧，我肚子好痛。别，小雅你坐好。英英，你就当是为了我，为了咱们这个家退让一步不行吗？我的底线就是主卧不让，其他随你们便。看到没？这老太婆就是个纸老虎，等咱们把她榨干，这房子就是我的了。明哥真棒，那说好的彩礼钱？嘘，小点声，别让她听见。彩礼少不了你的，只要你把这出戏演好。果然是假硬骗钱，陈毅，你为了谋夺我的财产，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都用上了。喂，张律师，帮我查一下陈毅名下的所有流水单，越详细越好，我要让他净身出户。李总，这是您先生陈毅近2年的银行流水，情况很不容乐观。陈毅通过各种名目，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资金陆续转移到了他2个儿子的账户里，总计约134万。134万，好大的手笔，难怪他天天装穷，原来钱都在这儿呢。李总，凭借这些流水，在离婚诉讼中，我们可以主张他恶意转移财产，要求他少分甚至不分财产。不够，我要让他1分钱都拿不到。小雅那边催得紧，说再不给钱就要去医院把孩子打了。打什么打？那是用来逼李英妥协的筹码。这老太婆最近不知道发什么神情，防我防得像防贼一样。那怎么办？咱们总不能真耗着吧？要我说，干脆给他下点药，让他早点立下遗嘱。混账东西，你想去坐牢吗？这种话以后烂在肚子里。咱们得慢慢熬，熬死这老太婆。这房子，这公司，迟早都是咱们的。你在微信群里也是，少说这种容易落把柄的话。下药熬死我！陈毅，你们父子俩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李总，您的房产和公司股权都是婚前财产，陈毅1分钱分不走。但婚姻存续期间，我们查了陈毅持副卡的消费记录，有些东西您必须得看一看。这1年多，我每月给陈毅的家用都在5万以上。是的，可他实际花在家庭开销上的连2000块都不到，全被他以理财、买进口保健品的名义套现，每月分2笔，分别转进陈明和陈亮的个人大户。积少成多，整整133个血汗钱，去养他的2个吸血鬼儿子。专业的说，李总，光有流水还不够，在法律上，这容易被狡辩为正常的家庭赠与。我们需要证明他是主观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主观恶意是吧？放心，证据我会拿到。134万，还想把我当傻子耍？果然，这3父子的每一句话都像是淬着毒汁。陈毅，
你彻底触碰到了我的底线，我连一丝悲哀都懒得施舍给你。熬死我！好一出父慈子孝的谋财害命戏码，证据也到手，游戏该结束了。英英，看你最近胃口不好，特意起了个大早，给你熬了你最爱喝的粥。英英，这是什么？离婚协议书，签了字，带着你那2个吸血鬼儿子，今天太阳落山前从我家滚出去！离婚？英英，你是不是还没睡醒？英英，你疯了！就因为孩子们不懂事惹你生气了，你打骂他们都行，怎么能拿婚姻当儿戏？别演了，我嫌恶心。我马上让他们搬走，我把他们赶出去还不行吗？英英，一日夫妻百日恩呐，我对你可是真心的，你怎么能这么狠心？不签？我不签，死都不签，我绝对不会离开你。好，那就走诉讼。一旦走诉讼，你拿我的钱养儿子，转移那100多万的烂事儿，可就兜不住了。我倒要看看法院会怎么判。姑妈，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英英啊，老陈说今天是你们结婚2周年纪念日，特意在市中心的豪华会所订了10几桌，把亲戚和生意伙伴都叫上了。结婚2周年？结婚2周年，我们的领证日期明明在下个月。陈毅啊，陈毅，你这是见不管用，狗急跳墙了，想把身边所有有头有脸的人全聚在一起，把我架上去。只要我今天为了面子忍下来，你就有充足的时间转移剩余资产，应对后续事情，对吧？姑妈，既然他这么有心，您今晚可一定要来。那是当然，不止您，把能叫上的亲戚朋友都叫上，今晚大家一起做个好见证。既然你想把事情闹大，那我就给你搭个戏台，送你一程。感谢各位亲朋好友，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见证我和英英的2周年纪念。有些朋友也许还不清楚，我这阵子身体不好，总是生病，是我妻子李总日夜不休地照顾我，从来没有嫌弃我这个累赘。李总真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女人啊！是啊，老陈也是个懂得感恩的好丈夫。好浪漫啊！我这辈子没赚到什么大钱，我给不了他大富大贵，但我有一颗永远爱他的心，哪怕他因为公司压力大，偶尔发脾气，说气话要赶我走，我也绝不会离开他。英英戒指代表我的真心，以前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都是我的错，请你收下，收下，收下！当着这么多亲戚老板的面，我看你怎么下得来台。只要你敢拒绝，你就是个薄情寡义的毒妇，你只能乖乖咽下这口气。李总，快答应啊！老陈对您可真是一往情深。是啊，这年头去哪找这么贴心懂浪漫的好男人？收下，收下！哥，你看咱爸这演技，绝对影帝级别。这老太婆今天被架在这儿，不把咱们的名字加到房本上，都下不来台。可不是嘛，这叫舆论绑架。今天过后，那大平层就彻底姓陈了。干杯！换做任何一个好面子、重感情的女人，此刻在几百个亲友的注视下，大约只好咬碎牙齿喝血吞，陪他把这出戏演完。但我李英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大半辈子，早就不再会为了所谓的体面去委屈我自己。老陈，你既然非要把排场搞得这么大，那我今天就帮你。英英，你终于肯原谅我了，对不对？我就知道我们的感情是经得起考验的。老陈，你刚才那番话情真意切，真的很感人。不过你说这枚戒指代表了你全部的真心，我有点听不懂。英英，你这是什么意思？今天是我们2周年的日子啊！把里面的东西放给全场的贵宾看看。明白，李总。各位亲友，既然老陈口口声声说他付出了真心，那我们就来看看他的真心到底长什么样。第一份是这1年多来，陈毅从我给的家庭开销卡里套现，转移给2兄弟的流水记录，每一笔都有确切的时间和账户，
大到几十万，小到买菜钱，全都被他偷偷挪走。这些钱总计134万。100多万，这哪是结婚，这分明是来进货的。用老婆的钱养成年的儿子，太不要脸了吧！莹莹，你听我解释，这钱我是借给他们的。别碰我！你的解释留到法庭上去说吧。关掉，马上把屏幕关掉！你这是侵犯隐私。第二份是我这位深情丈夫背地里和他儿子们的聊天记录，大家好好欣赏。陈明说：“这老太婆真是难搞，1分钱都不肯吐。”陈毅回复：“你们就赖在大平层里别走，等他气绝过去，千万大平琴和公司的钱就全是咱们陈家的。”老陈，这就是你说的真心吗？我看你这根本不是想要白头偕老，你这是真心想要我的命啊！真没想到，穿的人模狗样！畜生，白眼狼！我们英英对你掏心掏肺，你居然想熬死她，霸占家产，欺负人欺负到我们老李家头上来！看什么看？都给我闭嘴！你个贱人，老子忍你很久了，转移财产怎么了？那是我爸应得的。我爸在家里给你洗衣做饭，伺候了你2年，拿你100多万，那是青春损失费。结了婚，钱就是共同的，赶紧把剩下的钱吐出来，把房本写上我们的名字，不然老子今天就在这儿弄死你！漂亮小丑，终于连装都不愿意装了吗？啊！我的手断了！啊！我的手断了！找专业官方人员来处理。是，李总。罪名是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未遂，加上恶意侵占财产，把证据交给警方，让他们进去好好反省。莹莹，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不能装明儿和亮儿啊！我就这2个骨肉，他们进去了就毁了呀！放手，别动脏我的鞋！莹莹，你忘了吗？你2年前做胃部手术，是谁在医院没日没夜守着你？是我一口一口喂你喝粥的呀。是我每天早上6点起来给你煲养胃汤，我对你是有真感情的呀！我是老糊涂了，但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看在那碗粥的份上，求你放过我们吧！那碗温热的粥曾经确实软化过我坚硬的心房，但现在再次看着这张写满算计与恶毒的老脸，我只觉得胃里翻江倒海，恨不得把喝下去的粥吐出来还给他。老陈，别演了，真让人恶心。你的那碗粥实在太贵了，要用我半生打拼的千万身家和我的命来换，我喝不起。咱们法庭见吧。妈，判了！法院的离婚判决书和财产分割书同时下来了。哦，结果怎么样？根据民法典，陈毅在婚姻期间存在恶意转移共同财产的严重过错，法院判决他净身出户，不分得任何共同财产。不仅如此，他还必须把转移的那134万一分不少的全数返还给咱们。您的婚前房产、公司股份，这老王蛋一根毛都没碰着。总算是把这块狗皮膏药揭下来了。那钱他们还得上？他们哪有钱？法院已经强制执行了。陈毅名下那套60平的老破小，上午已经被贴了封条，准备强制拍卖了。他们现在是真正的流落街头。都怪你这老不死的，非要去搞什么宴会，这下好了，钱没捞，房子也没了，还留了案底。你这个逆子！要不是你们被那个假怀孕的女骗子骗光了钱，我能去动她的卡吗？行了，别吵了。老头子，你还能不能找到有钱老太太了？我晚饭还没着落呢。这不是那个吃软饭的老光棍吗？在相亲圈里臭名苗扬了。
妈，恭喜您彻底摆脱吸血鬼，重新拿回人生掌控权。是啊，女人无论到什么年纪，最终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兜里的钱和打拼出来的底气。干杯，敬我们自由的新生活。我的儿子呢？小雅，你不是快生了吗？儿子，他这肚子里装的可是2斤重的硅胶。嫌疑人王雅，无业流窜记酒吧，专门利用硅胶假肚子伪装怀孕，进行杀猪盘诈骗，骗取彩礼和生活费。完了，全完了！我的老婆，我的儿子，我的钱都没了！啊哈哈哈！好饿，我都2天没吃顿饱饭了。唉，你给我留一口！这泡面是我今天捡了50个矿水瓶才换来的，滚开！我是你哥，你偷车进局子，还把那个骗子带回家，把咱家害成这样，你还有脸吃？放屁！明明是你们出的馊主意，非要算计李英那老太婆的房子，现在好了，全家跟着吃糠咽菜，我打死你！哎，你装什么长辈？要不是你个老东西没用，连个女人都拿捏不住，我们能住这破地方？哟，陈家3口子又为了一口泔水打起来了，真新鲜！昨天为了谁去捡纸壳刚打出血，今天又开始了，当个笑话看真解闷。这就是报应啊！沿街摊的下场。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李总，笑笑，这花椒鸡炖的软烂脱骨，满屋子胶原蛋白的香味儿，马上就能上桌了。辛苦了，王姐，今天不用拘束，一会儿坐下来咱们一块儿吃。得嘞，跟着李总干活就是痛快。曾经我也奢望过那些廉价的温情，以为委曲求全就能换来后半生的依靠，但现实狠狠打了我一巴掌。没有了吸血的毒蛇，没有了虚伪的算计，我终于明白，女人最大的底气永远是自己。来，笑笑，敬我们清醒自由的后半生，敬自由，敬我全天下最厉害的妈妈。